大家好，欢迎来到 Mandarin Corner， 我是艾琳。在全球华人的分布中，印尼华人占据了一个显著的位置。尽管他们的数量庞大，但与其他地区的华人相比，印尼华人后代的华语普及率相对较低。这背后隐藏着哪些历史和文化原因呢？今天我们就邀请了一位土生土长的印尼华人，他将通过自己独特的成长经历，带我们深入了解印尼华人的生活现状和他们所面临的文化挑战。下面我们就有请他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Gian，我是一个印尼华人，也是一个 YouTube 频道的博主。我的频道名叫 G Things 印尼小赖。我的频道主要内容是用中文介绍印度尼西亚的，所以如果你对印尼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一下我的频道。对，可以去关注一下小赖的频道。赖是你自己的姓吗？是我的自己的姓。你是第几代华人呀？我爸是第5代的福建裔，妈是第3代的潮州裔，所以如果是看南方的话，我算是第6代。那么你有没有听过你的祖母们，或者是更老一辈的人讲过家族是怎么样移到印尼来的？因为我爸那一边的第1代的祖先，我跟他已经隔太远了，所以他是怎么样下南洋的故事我已经不太清楚了。但是我妈的爷爷，我叫他老公，潮州话叫老公，不是丈夫。对，我第一次听到老公。对，在潮州话就是曾祖父，就是或者是外曾祖父，都是叫老公。他是国共内战的时候就是下了南洋，就是中国不是很稳定嘛，所以他跟他爸爸还有4兄弟就是下南洋，然后来到了当时的荷属东印度，那时候还没有印尼。第一次来到这里是先到坤甸。就是加里曼丹那边，那边有很多潮州人，就是在那边认识了我的老妈就是奶奶的妈妈。那你们家人都是做什么的呢？我爸妈在当朗，就是雅加达隔壁的一个城市，在那边开了一个房地产中介公司，然后主要是帮客户买卖还有租房子。有时候如果客户是外国人，那有时候他们会叫我去帮忙，因为我会3个语言。对。所以你是算是继承了家族企业？这个以后再说。因为我虽然就是喜欢帮忙他们，但是不确定以后我会不会走一样的路了。那你目前除了帮助父母做这个工作，还有其他的工作吗？其实我的主业主要是教中文。除了教书以外，我的副业就是有时候会做翻译的工作，然后就是拍 YouTube 的视频。其实我在来印尼之前也有在网上刷到一些帖子，然后中国人说到印尼，首先都会有一些负面的印象，就是会想到早年的一些排华的运动嘛，就是对于华人的一些不好的对待。这段历史的话，你能够给大家介绍一下吗？首先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所以我只能分享我自己的个人经历，还有我之前读过的书，还有可能就是亲朋好友跟我所说的故事。然后第二就是我出生于雅加达，但是我从小都是在丹格朗长大，就是我现在住的地方。所以我成长的故事跟其他地区的华人成长的故事可能有所不同。所以我自己要强调一下，这只是我的个人的分享。就是当时这个排华的事件主要是发生在哪个地区呢？主要是在雅加达。当时是为什么会有这些事件的发生？其实如果要讲这里的排华，我觉得我们必须从荷治时期开始说，因为印尼排华从荷兰统治印尼的时候已经有了。当时的荷属东印度是很喜欢用所谓的分而治之的策略。当时的荷兰就把所有在印尼的印尼人分裂成3个等级。第1等就是欧洲人，第2等是华人、阿拉伯人，好像也有印度人。
然后第3等才是原住民。所以从很久以前，印尼的原住民跟印尼的华人已经开始分裂了，再加上印尼的贫富差距是很大的，这些可能后来就引起了印尼的非华人对印尼有就是比较负面的情绪。印尼独立之后呢，发生过2个比较大的规模比较大的排华事件。第一就是1965年930的反共事件。那时候印尼的共产党跟印尼的军队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冲突，在某些地区华人就被那边的人视为敌人，就是支持共产党的人。第二个事件是在1998年发生了金融危机，印尼的货币贬值超严重，当初1美元是等于2500印尼盾，发生了金融危机之后，哇，就变成17000，所以那时候经济真的很糟糕，很糟糕。但是因为贫富差距很大，所以很多华人被变成受害者。所以是不是当时的华人很有钱，然后原住民就认为这个问题是华人导致的？可以这么说，但是我要再强调，不是每个地区都一样。像我爸，他是来自 Rangkas Bitung， 他是一个离雅加达100多公里的城市，那边就没发生什么。我听说好像只有雅加达跟其他少数的地区比较严重。其实雅加达也不是每个区域都发生暴乱。我就是也有一些亲戚那时候已经在雅加达了，他住的地方也还好。那你身边的华人朋友，他们的家人有没有过这种不好的遭遇？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位了，他说他父母在当然那边有开一家商店，就是有一些不认识的人到他们的店抢掠嘛，但他们家人是没有受伤，就东西被偷走。然后当时这些排华事件发生之后，据说政府有制定一些对华人很不公平的政策，对吧？对，在1965年之后，印尼换了总统，然后就有一些政策让华人没办法，比如说庆祝农历新年了，然后华校也被关闭了，中文报纸也不可以有了。很多人也说印尼和华人都被强制要改自己的姓名。对，是吗？其实不是强制性的，政府只是建议你要改。有可能也不是政府，就是身边的人建议你要改，以后如果不改的话，就是可能会有人以为你是华人，不是华人，就是支持共产党的人。因为那时候印尼很反共。到现在的话，这个排华的情绪基本上是不存在的，或者说这个对华人不公平的政策是不存在的，对吧？是。那它是怎么样就是突然间没有了呢？中间有发生什么吗？其实它也没有突然间就没有了。1998年到2001年，印尼换了3个总统，第2位的这位 Gus Dur， 他就是解除了所有中华文化相关的禁令，开始可以有华人学校，华人可以庆祝传统的节日。没错，就是他的贡献。然后我们还有一位叫那个 Susilo Bambang Yudhoyono， 他就是禁止在政府文件里面使用基纳这个字。基纳其实它就是华人的意思，中国的意思。但是它带有一个贬义的感觉。然后苏西洛Bambang Yudhoyono这位总统，他也鼓励就是印尼的人民以后不要用这个词了，要把它改成中华。中华中华就是中华的意思。你这一代还能感受到排华的情绪吗？我住的地方有很多来自印尼不同地方的人，但是都没有什么因为种族不一样就发生摩擦，我觉得那边没有。所以这个其实也算是一个刻板印象了。当然这个也是要看地区吧。除非有一个华人的小孩，他去一个非华人比较多的地方来上学，
然后他在学校里面班里可能就是唯一的华人，那他可能会稍微被欺负可能说眼睛小什么的，就你跟别人长得不一样，就总有可能会被小孩欺负。对，小孩嘛，就是我觉得挺正常的。你有做一个视频嘛，就是采访你奶奶然后你奶奶中文是还不错的就是她是有上过华小的对，我阿嬷有上过就是中华民国的学校，然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学校都有上过，所以她繁体字简体字都会但是1965年就是那个反共事件之后呢，然后我爸妈刚好也是在60几年的时候出生，所以他们长大的时候已经没有机会学中文。那你们在家是用什么语言沟通？我们在家主要是用印尼文沟通，但是我跟我妈有时候会讲一点点潮州话因为我喜欢学语言跟方言然后我奶奶也是跟我就是要么讲潮州话，要么讲普通话对，因为她印尼文也不是很好。为什么？因为在坤甸那边他就是为了生活为了工作没有必要学印尼文，华人比较多。对，那边华人蛮多的。原来如此。对，然后就是认识我爸之后，为了可以跟他沟通我奶奶就努力去学印尼文然后到现在印尼文算不错。就是你的妈妈要结婚的时候，对她才开始学。哇，那她都已经很大了。对，已经30、40这样的。30、40几岁。对她的采访中有一个令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她讲到当时这个反共情绪比较强烈的时候，她去办了身份证，入了印尼籍，然后之后呢，你的阿公就是要烧掉家里的一些中文的书，还有就是任何跟中文有关系的东西。对。然后他就当时就很伤心，很伤心。对，因为他当初是以为那些书以后是可以用来教小孩的嘛，但是那时候因为反共情绪还是很强烈，所以很多人怕就是有不认识的人进来，然后看到中文字，你是不是就是共产党，支持共产党的人？对他们怕这些，所以就把那些文凭书全部都烧掉。然后据说当时中国也有派船过来接华人回家，是有这个事情吗？对，那个很有趣。我阿嬷跟我阿公，就是我爷爷奶奶，那时候其实已经准备了很大的皮箱，就是准备要回中国了。然后他们是被安排到第250艘船，结果他没有来了，只有到249，然后第250艘船要来接他们回去的时候，就是本地政府已经不让他们进来了，因为怕就是如果全部的华人都走光了，那印尼的经济怎么办？就是很多店都会关闭。哇，那你们家人差一点就回去了耶。差一点我的妈妈就应该没办法认识，就成中国人了。对，就成中国人了。然后我可能现在已经你不在这儿，对，他可能会认识不一样的人。这个是缘分还是命运？对，真的是缘分。你是有上华校的吗？这个要看你是怎么样定义华校吧。如果是华人很多的学校，那我就上过华校。但是如果你的定义是完全用中文授课，那我的学校不算。我以前从小学到高中都是在同一间学校上的，在那边有很多华人，从小都是有中文课我从小一就开始学中文，但是他们教的中文都是很基本，就像我们学英文一样嘛，就是应试教育，然后不太会说，然后在就是下课以后，可能跟朋友也没有用英文聊天，对吧？对，就用普通话都很少，不要说英文。真的。我们会讲家乡话，上课老师才会用普通话。后来政府有就是推广普通话。有，现在就是我们那边，比如说我下一代小孩已经不学家乡话了。如果在学校被老师发现你跟朋友之间讲家乡话，没关系只是说家长会更愿意让他来学普通话。因为我听说在台湾不一样，就是在推广国语的时候，如果孩子之间就是被老师发现讲闽南语会被老师打这样子现在的华人家庭会重视后代的中文教育吗？不是每个家庭都这样子，因为说实话在印尼
如果你要生活工作，其实没有必要说中文，除非你是希望以后可以去中国发展，或者是想要在一个就是中国公司上班。那没有华人家庭会觉得现在政府已经开放了华文的教育吗？那要延续这个传统。是有了，就是跟我补习的学生父母都是有这样子的想法啊，然后也希望孩子以后可以去中国大陆或台湾留学，毕竟这个是自己的文化嘛，不要忘根。但我觉得不太多。那你觉得作为印尼华人会中文有没有好处？或者说作为印尼人吧，会中文有没有好处？我觉得是有好处，尤其是现在中国发展很快，很多公司来印尼投资，所以在这里其实如果你会中文，你工作机会很大。有听说过说印尼华人可能不可以当警察，不可以当公务员，或者说会比较难，有这个吗？以前我听说是不行的，但是现在可以，所以为什么中文学后来才能就是成为雅加达的省长。然后我去过巴彦亚比，就是我女朋友的就是老家乡，那边有很多华人警察，但是因为以前不行，所以很多华人的长辈就是会鼓励小孩，就是以后一定要做生意这个好像跟马来西亚的大同小异。对。就是据说在印尼官方的统计，华人的人口是占印尼总人口的1.2%嘛。但是有非官方的统计说，其实这个华人的人口可能更多，是因为有一些人可能担心，告诉别人自己是华人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歧视，然后还有一些可能是在当地住了好几代了，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是华人，因为也改了姓了，也不学中文了。对，我觉得也有这个可能性。其实那个官方的统计还有非官方的统计，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算的。因为我们在身份证上面都是没有写种族。你们身份证是不写自己是哪个种族的？不写。我听说在马来西亚、新加坡都有写，在印尼是不写的。那包括在大陆，我们也是会身份证上会写你是什么族，比如说汉族，什么少数民族，对，我们会写，所以是知道的。我们这里是没有的，但是有写你是什么宗教。那你是信什么教的？我其实是信佛教，就是家人都是信佛教，然后我小时候也是去佛教的学校。有这样的学校吗？在印尼有很多宗教的学校，像我的是佛教的，也有基督教的、天主教的、回教的都有。那你们这个佛教的学校都学什么呢？就是学佛法。见人会阿弥陀佛吗？不会阿弥陀佛，但是我们每个星期都会一起祈祷，用就是佛教的方式去祈祷，这个每个星期一定要的。在哪里？在庙里，对。你们是一周一次？一周一次。怎么祈祷？我们是一开始会先读 mantra。经文吗？经文就是对，就是没办法翻译的，没有翻译的。读多久啊？差不多半个小时然后读完之后呢，就是会有老师就是教我们佛法。就是在中国，我们虽然没有像印尼这样子会上佛学课，或者上宗教的学校，但是我们从小家人也会这样教育我们，要做好事，好人有好报这样子。也有可能一年会去拜一次佛，去庙里面。去庙里面。但是比较少，可能去的话都是会比较有针对性的，可能我们不是说去像你们这样还要读经文，要祈祷，我们更多的是去求菩萨或者佛祖保佑我们家人平安赚钱。我可以做个补充，就是为什么印尼会有这么多人很注重宗教，很虔诚。很虔诚。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所谓的建国5原则班加西拉。第一条呢，就是说每个人都必须要有一个宗教信仰。那在印尼呢，是承认6个宗教回教、天主教、基督教、佛教、印度教，还有孔子教。孔子教是什么样的一个教？印象中是跟道教差不多。我感觉本地人
看起来都很平和，就是好像不着急不焦虑的感觉，但是中国人其实看起来就是压力很大的感觉，是不是跟你们信教也有关系？因为你每天要祈祷，就好像在冥想一样的。我觉得是有的，很多宗教都会相信，你如果就是遵守你自己宗教的所有规矩，把人做好，就是你过世以后会上天堂，这个是对他们来说比较重要啊，比较重要。所以他们就是看起来都没有压力的感觉。对，因为在这里可能就是钱没有赚很多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会上天堂，然后一切都会变好。所以对你呢？对你个人有没有什么影响？我觉得有，就是当生活给我很大的压力的时候，都会比较能够平静的去处理。比如说有一次我就帮我的爸爸妈妈招待客人，他是一个外国人，印度人，他们就是给我们就是抱怨了，他说他们租的房子有很大的问题，因为我会英文，很多问题都是我去跟他们沟通。当时就觉得自己好倒霉啊，为什么会遇到这样子的情况？但是因为我经历过那个比较负面的情况，遇到下一个跟我抱怨的客户呢，我就已经比较了解怎么样处理。下一个客户还跟我说：“你处理得很好啊，谢谢。”当初发生比较负面的情况，就是教了我怎么样改善自己。如果那时候没有发生，以后可能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我们也都不知道。不同宗教之间可以谈恋爱吗？如果按照宗教的规矩是不可以的，当然，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不同宗教的人谈恋爱。但是一到结婚呢就不一样了，因为我们在印尼如果要结婚，我们必须先通过宗教人士，可能是法师啊或者是牧师的就是认可，他必须要先见证你们的爱情，才可以办理结婚证，才可以有真正的婚姻。如果有两个宗教不一样的人，其中一个会换宗教，有的呢可能就会跟着他的老婆或他的老公，就是去新的宗教的教堂或佛堂，在那边拜拜。有的呢可能会各走各的路，就是身份证上面写的是同一个宗教，但是老公可能去佛堂，然后老婆可能去教堂这样子。假设是一个华人跟一个穆斯林结婚，那这个穆斯林可以放弃他的宗教然后信佛教吗？在回教的规矩里面是不可以的，但是在国家的法律是可以的。可是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钟万学就是以前的雅加达省长，现在的老婆以前是穆斯林，然后结婚之后就变成信基督教，当然就会受到很多网民的批评，但是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那像这种情况下，一般华人家庭或者是穆斯林家庭，他们会同意自己的孩子跟不是他们宗教的人结婚吗？当然有的家庭是不会在意的，但是很多会很在意。毕竟是你结婚之后，你在自己的家庭都多了一个人，然后如果文化有很多的不同，当然父母会担心，会导致很多的冲突。但是如果孩子还是坚持一定要跟他结婚，那也没办法。你觉得有可能会因为这个宗教的不同而分手的吗？很多啊，先不要讲穆斯林好了。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基督教的，女朋友是天主教的，最后还是分手，就是因为家长不允许。所以在谈恋爱之前还得要先问一下，问清楚，不然会以后要结婚就很麻烦。对，是的。这边回教徒占比应该是最大的，应该有90%多了吧？对，90%多。他们是一天要祈祷5次，对吧？对，没错。这个对于工作不会有影响吗？多多少少是有的。我认识
在这里开公司的中国大陆人或台湾人，有几个会提到这一点。他们发现很多员工，穆斯林的员工，就是因为每天都要祈祷，所以就是上班的时间会有受到影响。有一些公司其中一个考量，为什么不要在这边开公司，是因为就是宗教，对，担心工作效率没有那么高。就你小时候，你们父母会教你怎么跟穆斯林的朋友相处吗？如果跟穆斯林相处的话，就首先就要避开讲那个非清真的东西。如果就是要跟他们一起吃饭的话，也当然不可以选有卖猪肉的餐厅，也最好不要讲太多关于宗教的话题吧，因为宗教是蛮敏感的话题，就是如果你讲错，伤害了某个人的感受，可能就会跟他没办法做朋友了。然后还有一点，这里有那个斋戒月，斋戒月的时候，因为印尼穆斯林很多，所以如果你不是穆斯林，你在外面最好不要在公共场合里面就是吃东西。如果要喝水，就是尽量要这样子喝。他们是斋戒月是喝水也不可以喝的吗？水也不可以喝。哇，那他们不渴吗？当然，这个应该渴。我真的好好奇哦，就是主要是这个地方又很热嘛。对啊，我也无法想象。你学中文，就是直接去台湾就沟通无障碍了吗？还是一开始还是有障碍的？还是有障碍的，因为就是我刚刚说的嘛，就是在这里我们学的中文课都是比较基本，就是老师跟我们讲话还是会就是故意讲慢一点让我们听得懂。但是到了台湾，哇，大家都讲好快啊，我常常听不懂。但是到了大二就已经适应了跟台湾朋友聊天已经没有很大的问题。刚刚去到台湾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印象深刻的文化冲击？台湾人不太会聊宗教的话题。在这里的话，很多人会很注重宗教的问题。如果你认识一个印尼的朋友，终有一天他一定会问你，你信什么宗教啊？如果我告诉他我什么都不信，他们会很惊讶为什么这样子。还有其他的文化冲击吗？同性恋在台湾是开放的。可是这个我觉得还好，可是对我朋友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文化冲击。对，而且现在是可以结婚，合法可以结婚，在这里是很不可以的。对，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些学生的家长，他们会担心这一点，他们怕到了台湾就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我即使有同性恋的朋友他对我很好，就把我当做朋友，不会对我怎么样了。对，就是说到同性恋这个，其实印尼算是比较保守的一个社会，对吧？很保守，很保守。体现在哪方面呢？如果有邻居发现有一个人在房间，然后跟就是同性的人做一些不合的行为，很多的邻居会出来会发生了一场冲突吗？冲突，然后可能会在当下被批判吗？会有危险吗？会有危险，当然对，但可能甚至会被打。那这边的话，就是如果你是同性恋的话，还挺难的。挺难的，对，挺难的。然后我觉得要变开放的话，也应该很难很难。毕竟在这里宗教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那你在台湾不是也工作了1年吗？你觉得在工作文化方面跟印尼有区别吗？我觉得节奏有一点点不一样，就是那边会比较快一些，就是因为这里生活节奏是比较慢嘛，人是比较希望可以享受自己的人生，不太会有人为了工作会牺牲自己。但是我在那边看到蛮多同事都会加班到9点。可是这个在中国大陆听说更可怕，是吗？对，996 996没有每个人都996，但是对整体来说，中国人工作会更
积极一点，就哪怕半夜如果有客户打电话给我，我们也会接，或者周末。其实我注意到这边的人穿衣方面也是比较保守的，对吧？对，也是比较保守。那所以你建议来，尤其是雅加达旅游的游客，穿的保守一点吗？对，我会建议是这样子，除非你想去的地方是巴厘岛的。巴厘岛因为外国人很多，在那边穿泳衣在路上走走也没关系。这边穿泳衣不行，当然很不行，警察会来抓你啊？会？一定会。吊带可以吗？可以，就是稍微露一点其实没关系，去商场不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去比较保守的地方穿这样子，你就会吸引很多你不想吸引的眼光。在公共场合秀恩爱呢？在这里这样子的行为是不常见。牵手可以，牵手还挺多的，但是不会有人亲嘴。就算他们是夫妻也不会亲嘴。很多印人觉得这些东西是你在家里做就好了，干嘛给外面的人看？在台湾应该台湾不一样对，这个也是一个文化冲击。在台湾，我在大学的不管是什么地方了，看到男女朋友亲嘴牵手是很正常，同性恋牵手也很正常。刚去的时候你觉得奇怪吗？会觉得有点不习惯，但是后来我觉得我的想法有变比较开放了。我觉得这样子是你的文化，跟我没差，无所谓。你有去过大陆吗？有去过。我在2018年的时候去过深圳、广州、潮州、汕头，都在广东这一块活动。对，还有张家界。对中国的第一印象是什么？就是在中国广州、深圳这两个地方看到很多人就会随地吐痰。这个是在中国还是蛮常见的现象，很常见的是吗？现在还是很常见，因为还是有很多可能年纪大一点的，然后没有怎么受过教育的人，他还是延续了早年的习惯。然后还是有人会插队。我买火车票的时候好像被插队了好几次，对。但是我是外国人嘛，我不敢就是说什么我不想跟中国人吵架，因为外国人。还有一个到了张家界，自然好美然后我发现那边的人也比较热情一点，可能是因为不是大城市，生活压力没有那么大，所以人会比较热情一点。那你在那里的时候有觉得自己是外国人吗？因为你也没有语言的障碍，长相也差不多。好，那时候是没有，就不会有人把我当作外国人。可能因为我讲话的口音跟就是广州人、深圳人还有张家界的人不太一样，对，所以可能他们会以为你是不是台湾来的之类的。你觉得大陆人跟印尼华人的文化有差异吗？我觉得我大陆的朋友就是讲话比较直接，而印尼的文化里就是讲话要委婉一点。可是我突然想到一件有趣的事情，就是这里的华人还是有一点可能跟中国人就是很像，就是如果在批评某人长相的时候，他会很直接说。如果在过年的时候，阿姨看到你变胖了，就会你最近是不是吃多了呀？其他的印尼人不会这样吗？应该好像也有，但是可能没有华人那么直接。这边的人会吵架吗？如果你在印尼开车的话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吵架，就是因为隔壁车违规或者是乱超车很多人会不爽。有很多外国人就说，印尼人一般是很有礼貌的，但是一上马路的话就会变成完全不一样的人。性格对，性格就会变了，对。是不是因为这边很堵？很堵，然后摩托车也超级多，有时候还甚至会上人行道。这里好像没有人行道这就是人行道不是很适合走路。对，不够宽了，很窄，就是可能连1米都不到。那这边的人不走路吗？不走路就是要去哪里都是开车或者是骑摩托车去。就算他们是坐公共交通工具像地铁或者是公交车，他们是怎么到那些公交车站呢？还是要
就是叫 Grab 的摩托车或者是汽车来载他们去那个车站，然后再转。哪怕很近。哪怕很近。500米呢？500米，这个也是因人而异，对。但是我认识蛮多人，就是看到500米我们开车过去吧。哇，这个有点对啊，不可思议。对啊，这个蛮正常的，蛮正常的。好，我学到好多，真的非常感谢小赖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华人在印尼的生活。如果说你们对小赖的视频感兴趣的话，或者是影片感兴趣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小赖的频道哈。好，谢谢，拜拜。要阿弥陀佛一下吗？不要。其实这个不一定是佛教，在印尼很多人也会这样子。我有看这边的服务人员会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这个是一个礼貌的动作。就是不管是什么宗教的人都这样。不管是什么宗教。因为这个在泰国就很多人这样子。很多人。对，泰国就是。我听说是为了给对方知道你手上没有带什么武器。这样哦。